大家好，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中国半导体产业7月底接连释出2项重大消息，一是其本土记忆体晶片制造商长鑫存储 CXMT 在上海挂牌首日，股价飙升466%；二是中国传出已开始量产自主研发的浸润式深紫外光 DUV 曝光机。两大消息均指向中国晶片供应链加速本土化，引发市场重新评估全球记忆体与半导体设备产业的竞争格局。相关疑虑迅速蔓延至美股，多家外媒报道，美光盘中一度重挫7%，中场跌幅收敛至2.25%，记忆卡制造商 SanDisk 暴跌11.02%，成为标普500指数当日表现最差的成分股。SK 海力士 ADR 也大跌7.47%。市场关注中国在曝光机领域取得的进展。The Information 及外媒报道，一家位于上海获中国政府支持的企业已开始生产自主研发的浸润式 DUV 曝光机，相关团队纳入宇亮生科技等新创公司的人员。按照规划，该公司今年将生产5台 DUV 设备，明年把产量提高至20台，潜在客户包括中芯国际、长鑫存储及华虹半导体。这项消息加深投资人对中国晶片设备国产化的疑虑。市场担心，一旦中国跨越曝光机的技术门槛，未来也可能加快取代沉积、蚀刻及检测等美国制造设备，促使相关类股遭到抛售。艾斯摩尔 ADR 盘中一度下跌约7%，中场收低5.8%，接近收盘时，应用材料跌约4%，克林研发下挫约4.5%，克磊也跌约3%。中国国产 DUV 传出进展之际，美国国会正在推动硬体技术管制多边协调法案。该法案旨在限制中国购买及维修浸润式 DUV 设备，但若中国具备自行生产相关设备的能力，美国扩大出口管制所能发挥的效果可能因此减弱。除了曝光机技术进展，长鑫存储的挂牌表现也放大市场对中国记忆体产业崛起的关注。根据 LSEG 资料，长鑫存储上市首日市值大约4840亿美元，超越其他中国上市企业。长鑫存储目前是全球第4大 DRAM 制造商，规模仅次于 SK 海力士、三星电子及美光。不过，由于公司仍无法取得艾斯摩尔的极紫外光 EUV 曝光技术，在生产先进高频宽记忆体 HBM 方面仍受到限制。中国自制 DUV 曝光机传出进展后，投资人开始重新衡量长鑫存储及其他中国晶片业者的长期竞争力。Radio Free Mobile 创办人 Richard Windsor 表示， HBM 的利润较高，促使主要记忆体厂商把部分产能从消费性电子产品使用的传统 DRAM 转移至 AI 资料中心晶片。这项产能调整造成一般 DRAM 市场出现供应缺口，也为长鑫存储提供填补需求的机会。Windsor 预期，当 DRAM 供应恢复正常后，长鑫存储股价可能出现大幅修正。不过，在供需重新取得平衡以前，公司仍渴望维持良好的发展环境。尽管半导体类股大幅下挫，多家华尔街机构认为，市场把中国取得的初步进展直接等同于艾斯摩尔即将失去市场主导地位，对消息的反应与实际风险并不相称。美银证券分析师 DDA Simama 将艾斯摩尔这波跌势形容为具吸引力的进场机会，重申买进平等及2452欧元目标价，并认为中国本土设备目前对艾斯摩尔构成的威胁仍然有限。Simama 指出，中国主要曝光机制造商上海微电子装备 SMI 尚未证明其设备能够支援28奈米以下制程的大规模生产。相较之下，艾斯摩尔 NXT 1980 Phi 机台每小时可处理330片晶圆，
中国设备只要在精度、速度或稳定性方面落后，就可能拖累良率，并垫高单颗晶片的制造成本。根据他的估算，即使中国明年成功取得20台国产 EUV 设备，对艾斯摩尔销售额造成的影响约为14亿欧元，仅占公司预估整体营收的 2.4%。摩根大通分析师 Sandeep Deshpande 也表示，少量制造浸润式 DUV 设备与在晶圆厂支援大规模量产代表两种截然不同的能力。中国设备能否形成实质竞争，仍需检视良率、套刻精度与产能效率，以及经历数千批晶圆生产后的可靠度。Deshpande 认为，中国发展自制设备确实会增加艾斯摩尔中国业务面临的长期风险，但预期不会影响公司的中期获利表现。法国巴黎银行分析师 Jacob Bluestone 则将这项发展视为艾斯摩尔的小幅利空。他指出，到2030年前，预计仅中国扩充的 DRAM 产能，每月晶圆投片量就将增加逾50万片，需要数百台 RFI 浸润式微影设备支援。Bluestone 表示，艾斯摩尔现有产能无法在满足全球其他市场需求的同时，包办中国扩产所需的所有设备。因此，中国自行生产部分曝光设备，可能是因应当地晶片产能成长的必要做法，不能直接解读为中国设备将全面取代艾斯摩尔。虽然记忆体类股普遍走低 ，AI 企业持续扩大合作，仍反映先进记忆体需求保持强劲。辉达日前与南韩 SK 集团签署合作意向书，计划投入超过5000亿美元，除了与 SK 电讯共同兴建 AI 工厂，也将和 SK 海力士合作开发新一代 HBM。博通也与三星电子签署合作备忘录，双方将扩大先进记忆体、晶圆代工以及 AI 与网络晶片先进封装等领域的合作。预计截至2030年的合作规模将超过2000亿美元。伯恩斯坦分析师指出，这些合作大多围绕记忆体展开，显示辉达与博通正在积极确保未来供应，将近期记忆体股回档视为良好进场点，并认为辉达与博通公布的新合作有助于缓解市场对未来供应不足的担忧。市场预估记忆体产业在2027年及2028年的年营收可达 1.3 兆美元，对 AI 发展的重要性已超越逻辑晶片。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侃侃而谈，阔论有余。最后，请你点赞、订阅，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谢谢。